天来看水龙吟。先说问题啊，这剧的服化真的好吵，是那种感觉花了很多钱的不好看。一脸幽梦，优乐王子，爆辣的虎皮凤爪，炒过的鸡蛋西红柿。前几集还有点故弄玄虚，但其实故事的信息量很大，节奏也比较快。今天我们就来看罗云熙、肖顺尧、敖子逸主演《水龙吟》。故事要从天外之境讲起，他们那边世界末日了，为了抢资源，造出了战争机器，阴却阴阳，派到地球搞破坏，结果被武林高手联手打败。天外一看，立马又造了2号机器，他唐丽慈，可他到了地球后就失忆了，成了流浪的丽花猫。还好遇到了他的白月光，对方给失忆的他取名天载逢无力，断行旧日词，那就叫你唐丽慈吧。从此他有了名字唐丽慈吧。唐丽慈被收养后，发现白月光一共收养着3个男孩，一个是傲娇医生，一个是粉色厨娘，最后一个才是唐丽慈。4人组成了 F4。后来唐丽慈突然杀死了白月光，甚至掏出了他的心脏。这一幕刚好被傲娇医生看见，医生为了报仇，亲手杀了唐丽慈。F4就此解散。唐丽慈没有真死，要不这个剧直接打结局了，因为他来自天外之境，有超强自愈能力，就连致命伤都可以恢复。在那以后，他只是在江湖里隐居了。时间一晃而过，唐丽慈和傲娇医生都组建了自己的公司。重新介绍一下，他唐丽慈隐居版，外号唐狐狸，爱好嗑木头下棋，每天下棋堪称围棋少年。围棋少年历经磨难。这段时间他人不在江湖，却悄无声息成了天下第一，更成了一个行走的 BK。我唐丽慈天下第一，懂得求饶是好事，懂得向我求饶更是好事。难道他没有告诉你，见到我要逃？他的团队堪称顶配。1号队员他池云，轻功一流，江湖人称天上云，爱吃唐朝栗子，口头禅我吗？啊，我他是个人形弹幕，他每天工作过于饱和，他会吐槽打工真不是人干的。就叫我干活呗，你就算是头牛，它耕田也得喘口气儿啊。这已经是今天的第3波了。毛脚。他就这样被稀里糊涂哄着干了很多活，在这又当打手又当保姆。馅儿饼的油污弄脏衣服，仍是你洗。每次打架想耍个帅，还被唐丽慈抢先一步。唐丽慈，刚才是让你帮我照看一下这位姑娘，没让你来抢我风头。高光被抢走的池云堪称绝望的汪峰，但他总能在1分钟之内把自己哄好。难道你是在口是心非，在担心我？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原谅你。可真的遇到了危险，唐丽慈又默许池云狗假胡威，池云在前面嘎嘎，唐丽慈就负责乱杀。瞧把你狂的！若是你伤不到老子，就带着你这群绣花枕头滚蛋！老子转过身去让你，敢不敢？你狐狸，老子就知道，每次我有高光的时候，你就会来抢风头。2号队员她阿水姑娘，她身份神秘，我们唯独知晓她的血对唐丽慈有治疗奇效。唐丽慈的自愈尚且有冷却时间，她的血却能一口气让唐丽慈起死回生。3号队员她小捕快，是团队的法律顾问，她是个孤儿，从小被人欺负，同样吃尽了苦，却长成了最阳光的人，坚信法律可以拯救江湖。阿水和小捕快，一个心思玲珑解语花，一个意气风发小少侠，2人每天凑在一起闺蜜夜话，连给对方擦个脸都这么岁月静好。最后一名队员他杀手哥，他的武功很特别，叫做逆影术，可以藏匿在影子里，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导致连通缉令的画像上都是。可就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逆影术，却被他用来和池云打闹。他们组成了最不像好人的主角团，池云、瑞平他们的团队。老子是邪魔外道，他是妖魔鬼怪，你也不是什么好，咱们都是一丘之貉。另一头，傲娇医生也组建了自己的反派团，他傲娇医生刘野。从前他救死扶伤，如今他为了杀死唐丽慈，双手沾满了鲜血。一次偶然，他在路上遇见了一个病人，他下意识的出手相助，听着别人对他的感谢，恍若隔世。杀人的刀握久了，尽快忘了失真是什么感觉。他无法抑制这些遗憾，唯有把矛盾和痛苦转化成对唐丽慈的恨。早上唐丽慈，中午唐丽慈，晚上唐丽慈， 1天3顿不吃饭，光惦记唐丽慈。为了打败唐丽慈，他加入了一家公司风流店，他们用最好看的外貌，穿最潮的工作服，全身不灵不灵，审美大红大紫，让风流店看着像家风流夜店。No， 他其实是一个杀手组织，他拥有全剧最多的美貌杀手。杀手1号，他小红，他曾被
刘岩所救。此后，他世界里只有主人，他是伪主人主义者，极端到只要主人摸摸头，他就义无反顾的替他杀人。杀手2号，他西方桃，他穿最粉的衣服，打最优雅的架，杀人之前先行礼，打架之前先问好，讲文明又懂礼貌。他一边做恶事，可一边却救赎着身边的女孩子。他不许手下对女人动手，你可不能打女人出气啊！他告诉小红，爱不是顺从，你别一直顺着她，能从手里溜走的东西，才会让人伸手去捞。他劝小红，如果所爱之人不爱自己不如就换一个。那要不你换个男人？他每天工作饱和度拉满，他偶尔还能抽时间去见骑友。他普猪没见一点朱砂的男菩萨，他的成长是他的清规戒律，但西方桃却轻踩在成长之上，一步步靠近他。一点小小惩罚，罚你吃来。他们约好1年只见一次，一次只下1棋，所以相识3年，他们其实只见了3个时辰。不听不听，好友只有1个时辰在此暂歇，是来与我下棋的。可宿命相逢的人，3个时辰就胜过3生3世啊！讲话时，普猪只是一瞬的停顿，西方桃就知道有心事。普猪身份复杂，他看过庙堂之乱、江湖纷争，可他不敢看他的眼睛。西方桃喜欢摘桃花下棋，而普猪会在下完棋后让桃花归还桃树，让桃花可以继续生长。他是在替他敬畏一树的桃花。可普猪的目的是普度众生，终归和主角团才是同路人。所以我们简单整理一下正反方阵容：正方一丘之貉们，反方风流夜店家。刘烨的想法很简单，他想引出唐丽兹，杀了他给白月光报仇。为此，他易容成唐丽兹，冒充唐丽兹，策划了3起谋杀案。第1案大婚之夜新娘案，第2案伯牙子期双死案，第3案用剑世家堕落案。另一头，唐丽兹带主角团一件件侦破这些案件，大家都以为他是被动替刘烨背锅，实际上他是主动上门，原因是他并没有杀害白月光，白月光是因为工作受伤而死的，反倒是他想救人，才想出了一个极其疯批的救人办法。他挖出了白月光的心脏，放进了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身体对白月光进行爱的供养。一个人揣着2颗心，扪心自问，他要扪2颗；问心无愧，他要问2颗；连心痛他都要无2颗。真正做到了，以你的心全是我的爱。原本他会一门绝世武功往生谱可以凭他复活白月光，结果刘烨临阵起手，打断了复活进度条，还抢走了1半的往生谱。唐丽兹现在只想找刘烨多谱复活白月光。这时候有人要问了，他俩就不能坐下来商量商量吗？不能。其实这不能怪刘烨，毕竟他俩一个中医一个西医，古代中医不能理解体外移植。他俩第一次见，唐丽兹刚说半句话，刘烨我不听我不听。他俩第2次见，唐丽兹刚说完你听我解释，刘烨我不听我不听。为此他俩的打架，炸了一座楼，毁掉1间房，炸了一座山，真的很想给他俩点一首，可惜没如果。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他俩的终极一战爆发在碧落宫。她婉玉公主曾经是江湖第一世家，遭到了合作伙伴背刺，被迫迁出江湖，一心想重新回归，正在挑选合作伙伴。各大公司拿着简历上门，结果碧落宫卡严。他的目标只有2个：以唐丽兹为首的主角团，以刘烨为首的风流店。于是2人加入了碧落宫的侧业，开展了一场大型沉浸式密室逃脱之碧落宫怪谈。注意看，小帅勇闯碧落宫密室，3600间房直接变棋盘迷宫，正反方实力爆表，边打边逃，小帅疯了，敌人坐标和队友位置2手抓，一切尽在重生之我在江湖搞竞标。最后，唐丽兹拿下了合作，和刘烨在碧落宫正式开始终极一战。刘烨一心毁了碧落宫，想证明唐丽兹总是和灾难如影随形。唐丽兹一掌拖住碧落宫，他的脑海里不断闪现在天外之境时的记忆他并不属于这里他曾经金童俄影，像一群阴阳那样，是第2个战争机器可是白月光比那些先到了，一个不属于这里的怪物，长成了守护这里平安的神明。
下了碧落宫所有人，魂光灼灼，法相大开，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他打败了刘烨，真正做到了救下所有人的性命。这一次，他终于有机会向刘烨坦白一切。他们从不是敌人。刘烨的武器是琵琶，唐丽兹的武器是长笛，琵琶金凤羽，长笛水龙吟。他们本该是至交好友。刘烨决定亲自去查证一切，可在刘烨背后有更大的 BOSS。他鬼牡丹，他一直利用刘烨对唐丽兹的恨，因为他想复活自己的白月光，叫做一雀阴阳。所以这部剧还可以改名《复活吧我的爱人》。降落地球后，我成了江湖万人迷。风流杀手俊俏森收养 AI 后，他挖走了我的心。5个男人引发的悲剧，看遍了我的机器人大人。好的，以上就是《水龙吟》前19集的部分剧情啊。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初看觉得有点故弄玄虚，再往下看发现是一部信息量很大、节奏很快的剧。看的过程中会忍不住想要被剧透，比如为啥阿水的血可以救唐丽兹，鬼牡丹为啥要挑拨刘烨和唐丽兹的关系等。而且这部剧人物巨多，不论主角配角，戏份多少都有自己的人物性格。配角不是服务于主角的工具人，他们有自己的故事线。篇幅有限，很多案件我们就带过了，即使单拎出来都可以拍成一部剧。我这里强烈建议《风流杀手俊俏森》可以单看一部，我是真的想看啊！